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4年的1月份，你们的整体运势，塔罗牌给到你们的一些指引，以及你们会收到的一些好消息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一张宝剑2啊，24年1月份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啊，有可能这个选择它已经出现了，你们正在2个选择当中纠结和徘徊。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啊，你们可能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宝剑2就是当你们把自己的眼睛蒙住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我觉得这张牌是告诉你们不要靠眼睛去做选择啊，那个看上去最好最完美的答案可能并不是真正适合你们的，要尊重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和指引。那么宝剑王后呢，我觉得1月份你们会有一个深度的学习和沉淀的机会吧，就是说1月份它其实对于2024年你们会有新的想法和计划，或者说关于未来的蓝图会诞生啊。我觉得1月份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思维层面的转变，之前你们的思维可能是匮乏的，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想要快速的看到结果，因此当结果不能够快速出现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迅速的产生挫败感并且放弃啊。宝剑女皇其实首先你们会变得更有耐心啊，而且在思维层面上的话呢，我觉得在2024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你们心态会变得更富足，与其关注结果，可能你们会把自己更多的重心放在过程上面，包括你们计划的重点，明确它的结构，然后逐步的去攻克那些难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的积累经验，你们就能够向那个最终的结果一点点的靠近，而不仅仅是只是盯着那个结果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转变成某种过程主义啊。当然这不代表的是你们实现了这种心态的转变之后就能够立刻成功啊，但是这种思维和心态的转变能够让你们不断的靠近成功啊，接近那个最终的目标和答案。权杖手牌呢，一根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啊，我觉得24年1月份会出现一个机会啊，它是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机会。如果说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可能要提前的放弃一些东西啊，它其实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就是你们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啊。而且呢，宝剑4的话，我觉得1月份你们要注意啊，可能有人在你们的背后，他会阻碍你们实现你们的计划和想法，就是工作学业上可能会有人，可能会有小人存在吧，就是要防止某个人在暗处重伤你们。所以说1月份整个人相对来说要低调一点啊，蛰伏起来啊，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如果锋芒尽露的话，可能会招致一些攻击。恶魔牌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你们会在暗中操控一些事情吧，就是在幕后去操盘，你们不去抛头露面，反而是把自己隐藏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们规避到很多的风险啊。而且恶魔它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啊。恶魔牌代表的是2024年1月份的话，可能在一些事情的运作上面，你们会成为一个枢纽吧，所有的资源、信息、人脉都会从你们这里流动啊。所以说这张牌给我一种非常强的掌控感。Transportation 呢，我觉得1月份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这种地点的迁移吧，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啊，而且这个过程会很迅速啊，可能是临时做出的决定啊。那么这个高塔呢，我觉得你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1月份会有一个清理的过程吧，从某件事情当中跳出来及时的止损，或者说从某种消耗你们的关系里边及时的解脱啊。高塔牌其实是一个欲扬先抑的过程，就是你们必须要先舍弃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它是有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你们担心的事情，或者说风险暴露出来，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啊，因为只有当这种风险出清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继续往上走。
所以说这个风险的暴露其实是能够让你们提前的去做出一些行动，预防事情往一个更糟糕的方向上发展。那些不利的事情暴露出来，才能够让你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啊。所以说其实它是有一个排毒解毒的过程啊，一个风险的出清。星币4的话呢，我觉得可能1月份会出很多的账单吧，而且呢，你们可能在1月份要处理很多和金钱有关的决策啊，有一种花钱如流水的感觉啊。当然呢，这个星币4的话，你们的收入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啊，就是消费和收入它成比例的会大幅的增长在1月份。有一些钱会进账，当然也有一些钱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支出啊。要管控好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做好金钱管理，管理好你们的财务。那我们抽到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第一张 Hold Your Vision 啊，Hold Your Vision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展望新的一年呢，它适合你们去做出一些很宏大的规划。当然这些规划呢，不一定你一定要把它实现掉，但是这个规划它能够给你们明确一个人生发展的方向，就只要你们有这个方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1月份你们要适度的给自己打一点鸡血的感觉吧，就是要把自己的，你们要去给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个很明确的规划。而且呢，你们就是当你们确立了某个目标之后，你们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在被那个目标所牵引，在一步步的靠近那个目标，或者说某种心愿啊。这种很强的掌控感，其实就是生活在按照你们的规划一点点的兑现你们的预期。当你们有了这种感受的时候，生活就会步入正轨。第二张牌是 Meditate and Contemplate 啊，就是所有遇到的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就是1月份你们需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自我反思啊，对于你们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反思啊，经验的总结，会对你们整个2024年的成长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也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让过去的错误重蹈覆辙了。第3张牌是 Don't let pride get in your way 啊，1月份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对于一些事情呢，你们要躬身入局，亲自的去实践，参与到其中，而不是眼高手低的一种状态。那么第4张牌啊 ，A personal issue resolution 啊，它其实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问题，在1月份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而且解决的方式可能会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简单很多啊。我觉得这组牌就是你们的焦虑是过度的，或者说有一种不必要的内耗存在啊。1月份的问题呢，它更像是水到渠成之后会迎刃而解啊，它不需要你们就是说有这种不必要的内耗，也不需要你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不需要过度焦虑，也不需要提前焦虑啊。要相信一句话，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组牌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了这2张牌，一个是权杖国王，还有一个是 Queen of Wands 权杖女皇啊。2张牌其实我觉得很对称啊，都是火象能量的人物牌，而且呢，火象能量当中又分别有男性和女性啊，它是有一点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的感觉啊。所以说1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会和一个特定的人产生一种合作，或者说交流，会擦出火花，而且你们2个人都有着很强的火象能量，就是说这种关系它会蕴藏着极大的能量。要么就是你们会和这个人有一个合作啊，在相互的交流配合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默契啊，会产生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成果。而且呢，这个火象特质的人呢，火象能量的人，你们2个人的性格很相似啊，都是那种说干就干啊，风风火火的类型。这个人可能会激活你们内在的某种生命力啊，就是这个人的出现就能够让你们重新充满活力和能量。你们会被这个人的能量所影响，
变得积极阳光啊，会被这段关系所滋养。所以说1月份的话，会有这么一个人对你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存在会激励你们，或者说你们会以这个人为标杆，去做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圣杯1和圣杯侍卫呢，首先圣杯1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啊，所以说1月份你们会收到一个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可能代表的是一些事情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即将要发生转变的阶段。这个号角它更像是预示着某种改变即将要发生，在提醒你们1月份要注意接收一些消息。而且你们手上拿着的这个号角啊，可能是因为收到的这个消息肯定了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想法，并依此做出的一个行动和改变啊。1月份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篇章啊，意味着很多事情在1月份可能会因为一些消息的刺激而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你们是有利的。你们会收到这种对你们有利的消息，转化成对你们有利的行为，甚至是有利的结果。所以说你们会在2024年的1月份给2024年一整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开一个好头啊。那么这个圣杯9这张牌呢，我觉得1月份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社交能量的显化吧。我觉得1月份你们可能会认识到一些来自于社交圈之外的人啊，就是你们的社交半径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会通过一些人认识到另外的一些人啊，人际关系会产生新的链接。第4张牌是高塔牌啊，高塔预示着1月份其实是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动啊，有某种呼之欲出的能量，某些事情、某些机会、某些转变呼之欲出。所以说这个出现某种转变或者说事情发生的时间节点，应该是在1月份的中旬到中下旬啊。这张高塔呢，你们似乎在1月份在放假之前可能会迎接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高塔它其实有一种对抗的含义在里边的，在某种竞争当中啊，在一个团队和另一个项目在赛跑啊，但是最后你们是能够以一个微弱的优势胜出的。这张牌也对应的是你们会在某种对抗、某种战争当中啊，可能你们不被看好的那一方，但是你们能够以弱胜强啊，并且最终逆势翻盘的感觉。那么这张教皇呢 Hierophant 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在1月份的话会得到一个某种指引啊，这个指引的话来自于神明、宇宙给你们的指引，它能够帮助你们迅速的重回正轨，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有某种力量，某种很神圣的力量在推动着你们把问题解决掉。然后抽到的这个愚人啊，就是1月份你们会有一个清空自己的过程啊，它是一种从零开始的心态，让自己重新回到原点啊。而且愚人我觉得它是一种心态上彻底放飞自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以为自己的人生走到了死胡同，其实只是你们的情绪走到了死胡同，因为一些事情你们放不下执念，一直在钻牛角尖。但是愚人其实我觉得就是1月份你们能够重新接纳自己，坦然的接受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也不会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啊，就是那种风吹哪叶读哪叶的从容和松弛感啊，物来顺应。从心态上会完成一种彻底的转变，就是你们会明白，有的时候没有失去的，其实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就是你们已经拥有很多了啊，有的时候没有失去就是最好的得到。那么愚人的话就是轻装上阵啊，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啊，因为只要你们不停下来，未来的道路就会不断的延伸啊，有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感觉啊。那我们抽到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Win-Win Outcome is Forecast 啊，满月在天秤座啊，就是说1月份会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呢可能是之前的某种博弈的局面被打破，
然后最终产生了一个双赢的结果。僵持不下的事情，在1月份会彻底的得到解决，可能是和你们僵持的另一方势力啊，你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啊，各自往后退一步，然后就会海阔天空。第二张牌 You are good enough 啊，1月份你们要有意识的、下意识的去肯定自己啊，这种肯定和鼓励会给你们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暗示啊。在新的一年呢，你们要做的就是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并且能够站在太阳下坦荡、大声无愧的称赞自己。第三张牌呢是 Communication is key 啊，我觉得1月份你们会学会如何去沟通吧，或者说尝试着去运用沟通解决问题、平息纷争。那么第4张牌 New Romantic Cycle Begins 啊，1月份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新的桃花的出现啊，因为这个1月份啊，新月在天秤座啊，所以说这个你们的感情线会有所波动啊，可能会有新的人出现，或者说和旧的人恢复联系都有可能。而且呢，尤其是新月在天秤座的话，它意味的是某种关系会重新的回归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有这个解读在里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第1张牌权杖2，我觉得24年1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会为一整年的这个发展做一个布局啊。做着某种铺垫，酝酿着某种改变，或者说新的计划会提上日程。而且权杖2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提前的准备，就是让你们获得某种先发优势。而且星币骑士呢，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筹划着什么，可能在构建着一个庞大又复杂的计划。而且呢，这张牌也预示着你们在1月份有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能够另辟蹊径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星币骑士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思维在1月份会非常的清晰啊，能够把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一些非常挑战性的任务会很感兴趣啊。这张牌有一种智力暴涨的感觉啊，就是来到了新的一年，你们会感觉到好像换了一个新的自己一样，有新的能量灌溉和注入。那么正义牌的话，我觉得1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很严肃的人，一本正经啊，不苟言笑的这样的一种性格，非常的理性且冷静，且富有智慧啊，话很少，但是一针见血。这个人可能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我觉得你们会非常欣赏这个人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吧，就是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他可能会给你们带来某种活力或者说能量。这个人的能量是很风向的，就是天秤、双子或者说水瓶，有一点外冷内热的感觉啊，就是看起来很高冷，但是实际上他属于是那种内心深处是温柔且细腻啊。在工作上面的话，可能是能够给到你们一些帮助的，给你们搭一把手，或者说会能够指导你们，能够不着痕迹的帮助你们。星币9呢，我觉得24年1月份的话，你们是有一个时间能够好好的认真的享受生活的，享受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光，独处的时光，或者说能够彻底的放松你们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年关将至啊，你们在1月份会提前给自己放假，在心理模式层面的一种假期已经打开了，就会减少你们自身的能量消耗啊。其实星币9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松弛感啊，它是一种从容的接纳，有条不紊的推进自己要做的事情啊。1月份的话就是有一点按部就班的感觉，但是一切又尽在掌握啊。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生活，感受能量的流动啊，从生活的细微和琐碎之处感受美好带来的喜悦。那么星币3这张牌呢，我觉得1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不会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会利用你们的优势人脉，寻求一些帮助和合作，
在团队的力量下，可能会达到一些之前你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啊。星币3，我觉得1月份你们是有一种聚拢人心的力量的啊，或者说会有一种合作的意识啊，通过合作资源的能够产生资源的整合互补啊，更高效率的达成一些目标。Empress 女皇呢，我觉得1月份可能会有什么新的能量，或者说新的生命啊，在孕育当中啊，它是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1月份可以期待一下，有一些事情会突然的发生，并且对你们是有利的。而且呢，女皇代表的是你们看不到的某种东西，它正在酝酿和发展。那么圣杯10呢，我觉得可能会和某个人有关吧，因为圣杯10就是你们两个人彼此之间会有好感，但是可能没有挑破那层关系。也有可能是你们会发现啊，你们暗恋的人，他们也对你们有好感，它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和喜欢，这种爱都藏在彼此的眼神当中。所以说1月份的话，单身的人脱单的概率是很大的啊。战车呢，我觉得1月份你们会确立一个新的目标吧，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目标产生有方向性的行动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1月份你们会重新走上正轨，朝着一个方向和目标持续的积累，把时间从消费品变成生产品啊。战车牌给我的很深的感触就是你们会告别那种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把自己整个人的生活都统一起来，变得有连贯性、有节奏，能够深度的聚焦，非常的专注，目标明确且结果导向。就是你们会因为自身的专注啊，看到了某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会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路径感，就是你们每分每秒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新月在射手座啊 ，Luck is on your side。1月份我觉得幸运会尤其的偏爱你们，可能你们仅仅依靠运气就能够解决一些事情啊，因为运气的加成可能也会让你们在一些考试当中有惊无险的通过。第二张牌呢是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re safe， 不用担心啊，就是你们焦虑的事情最终都会被化解掉啊，化险为夷的感觉，就是你和你爱的人都是健康的、安全的。有一些事情可能最后会证实是虚惊一场。第三张牌呢是新月在摩羯座 ，Your hard work is paying off。你们的努力是能够得到回报的，说明1月份它是一个投入产出比非常高的月份。这意味着是你们可能跨越了某种增长的瓶颈啊，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够产生新的突破。也可能对应的是你们过去的努力都被沉淀了下来，在1月份会集中给到你们回报。它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它沉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迎来一个质的增长和突破。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 Prosperity Lies Ahead， 1月份的话，它是一个集中收获的月份啊，活力和繁荣之前是被束缚的，但是在1月份会得到解放。之前卡顿和阻塞的事情呢，在1月份会重新的被打通，有一种畅快感。所以我觉得1月份你们可以尝试着做一些稍微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啊，尝试着挑战一下自己，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和发现。只要你们持续的往前走，那么未来的路径它就会不断的延伸啊。同时要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你们就能够靠着这样的一种纯粹的热情，穿越黑暗和苦痛，抵达理想的彼岸。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